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最近2年多呢，半導體行業簡直火得發燙，很多朋友們都問呢，現在如果想上車 AI 浪潮，有沒有那種簡單粗暴而且收益最猛的工具呢？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美股半導體板塊裡最火爆的一支 ETF SMH， 也就是 VanEck Semiconductor ETF。這家伙簡直就是 AI 熱潮下的超級明星，規模大，表現猛，很多人把它當成半導體投資的首選。那麼今天呢，我就用最直白的方式給大家從頭到尾扒一扒 SMH 到底值不值得買呢？它與最著名的費城半導體指數比一比，哪一個回報最好呢？首先呢，我們來看一下 ETF 的概述。SMH 是由 VanEck 發行的，成立於2011年，目前是半導體 ETF 裡的老大。最新數據顯示呢，它的資產管理規模已經接近了456.8億美元，妥妥的行業龍頭。流動性呢也是超級好，買賣基本上沒有滑點。它的費用比例呢只有 0.35%， 不算最低，但在這個專注半導體的高濃度 ETF 裡已經是很合理了，不會吃掉太多您的回報。表現方面呢， SMH 這些年簡直是做了火箭一樣，過去1年回報大約在 60% 左右。長期來看呢，自2011年12月20日成立以來，累計回報達到 3095%， 年化回報超過 27.73%。當然，半導體波動大，牛市賺翻，熊市也跌得心疼。最大回撤呢，發生在2022年10月 45.03%。但是 AI、數據中心、6G 這些大趨勢在，長期來看呢，半導體還是 AI 科技投資賣產人的角色。再來看一看指數編制原則，與美股最著名的費城半導體指數不同， SMH 追蹤的是 MVIS 在美國上市的半導體25指數。這指數專門挑選在美國上市的半導體業務佔比至少 50% 的公司，取最大的25家流動性最好的股票。編制方法呢是修改後的市值加權，基本上按自由流通市值排序，但單個股票的权重上限是 20%， 這樣就算 NVIDIA 再猛也不會一家獨大到失控。目前 NVIDIA 權重大約是 18.71%， 剛好卡在上限附近。這個指數的一大特點是全球範圍，也就是投資組合可能包含美國公司或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，從而增強行業代表性。比如台積電是第2大持倉，佔比 11.25% 左右，阿斯麥呢也在前10大之列。為了減少過度集中的風險，前5大持倉累計不超過 50%， 因此呢SMH 中前5大，英偉達、台積電、博通、美光、阿斯麥累計佔比 49.4% 左右。指數每半年審視一次，選流動性好、市值大的公司，確保成分股都是行業裡的真龍頭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再來聊一聊它的前10大持倉。SMH 只有25只股票，前10大就占了大頭，超級集中。整體呢，前10大持倉占了基金資產的 75% 以上，濃度很高，屬於典型的大盤龍頭風格。咱們呢，快速來過一遍。第一個呢，就是英偉達 18.71%， 也是 AI 芯片的絕對王者，沒它就沒有 ChatGPT 的今天。第二呢，是台積電11.25%， 是全球晶圓代工老大，幾乎所有高端芯片呢都靠它來制造。第三呢是博通 7.15%， 網絡芯片和自定義芯片的大廠，蘋果的大客戶。第四呢是美光 6.5%， 內存芯片龍頭， AI 服務器的需求呢爆棚。第五呢是阿斯麥，它是光刻機垄斷玩家，屬於歐盟公司，但是美股上市。第六呢是林氏研究，
5.69%，是刻蚀設備老大。第7呢是德州儀器 5.08%， 模擬芯片和嵌入式處理器的絕對老大。第8呢是 Applied Materials Company 4.94%， 半導體設備供應商，市場份額呢僅次於阿斯麥。第9呢是科勒集團 4.85%， 它是檢測設備。第10呢是 Intel， 它正通過先進的工藝和 AI 數據中心創新重振在全球計算領域的核心地位，它是 4.72%。所以呢，前10大總共占比了 74.67%， 這些呢基本上就是半導體全產業鏈的頂級玩家，從設計、代工、設備、內存，應有盡有，買 SMH 等於一籃子打包了整個行業的核心競爭力。那麼它與同類的主要半導體 ETF 的比較呢，我們來看看與 SOXX 與 XSD 的對比。在半導體主題的 ETF 裡呢，最著名的就是費城半導體指數。我們來看看半導體 ETF 裡呢跟 SMH 最像的幾個兄弟吧。第一個呢就是 SOXQ， 景順發行，規模約8億美元，費用最低只有 0.19%， 追蹤的是最著名的費城半導體指數。前3大持倉的上限分別是 12%、10%、8%， 持倉個數大約是30隻。第二呢是 SOXX， 貝萊德發行，規模呢約為176億美元，費用呢 0.34%。2021年6月前追蹤的是費城半導體指數，現在呢改為追蹤紐約半導體指數，持倉30隻股票。前5大的持倉限制是 8%， 比如英偉達的權重只有 7.1% 左右。相比 SOXQ 呢，它更分散，流动性極好，是很多老玩家的經典選擇。接下来呢，看一下 XSD， 是道富發行，規模約呢是6億美元，費用 0.35%， 追蹤標普半導體指數，持倉約為40隻股票。這是一個等權指數，每隻股票權重差不多 3% 到 4%， 不看市值大小。這樣中小型半導體公司呢占比高，分散度最好，對大龍頭比如 NVIDIA 的依賴最小。如果你怕 NVIDIA 一家獨大，行業整體還能活， XSD 更穩健，但牛市上漲力度通常不如 SMH 猛。那麼我們對這4個 ETF 進行比較呢，就會發現從集中度來說呢，是 SMH 大於 SOXQ 大於 SOXX 大於 XSD。 最明顯的區別就是英偉達和台積電的持倉在 SMH 中占比很高，台積電在 SMH 占比 11% 左右，在其他3隻 ETF 中均未進入前10大持倉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再來看一下年化回報和最大回撤。以成立時間最晚的 SOXQ 為基點， 4.68 的年化回報是 SMH29.44%， SOXQ 23.14%， SOXX 呢是 20.05%， XSD 呢是 16.26%。 在过去的 4.68 年里呢，持倉越集中回報越好，而最大回撤呢4個 ETF 呢沒有太大差距，都發生在2022年10月。 SMH 呢是 45.3%， SOXQ 呢是 46.01%， SOXX 呢是 45.75%， XSD 呢是 42.27%， 权重分散，并没有显著降低回撤。总的來說呢，如果想追 AI 最猛的龍頭漲幅，選 SMH； 如果想經典加上流動性，選 SOXX； 如果想省錢呢，並跟蹤費城半導體呢，選 SOXQ； 如果想分散風險，別太賭大公司，選 XSD。那我們再來對比一下科技股的代表納斯達克100，從 SMH 成立以來，納斯達克100的年化是 19.32%， 低於 SMH 的 27.73%。 SMH 相對於納斯達克的超額收益呢，主要來自於2022年的3月以後，尤其是
2024年年初以後的 AI 浪潮。如果我們對 SMH 进行指數逆合，会看得更清晰。极端情況下呢，回溯從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來看呢，納斯達克100指數能長期跑贏 SMH， 轉折點呢是在2024年的年初。可以認為呢 ，SMH 相對於納斯達克100的風險敞口更大。最大回撤無論是在2000年、2008年、2022年的3個極端時刻， SMH 的最大回撤呢都超過納斯達克100，可以認為 SMH 是比納斯達克100回報更好、風險更大的投資工具。那麼在中國如何購買費城半導體指數呢？在中國市場跟蹤費城半導体指數的 ETF 呢是景順長城全球半導體芯片股票，它代碼是501225，場外016668。它採用 FOF 的形式持有大約 72% 的美股半導體 ETF， 包含了 SMH、SOXX、SOXQ、PSI 這4支美股半導體 ETF，分別各佔 18% 的比例。這支全球芯片 LOF 還持有中國國內的半導體芯片 ETF， 約佔 21%。自2023年3月30號成立以來呢，它的年化是 32.71%， 累計回報是 125.7%。同期 SMH 的年化回報是 49.19%， 累計回報呢是 216.18%。追蹤費城半導體指數的 SOXQ 的同期年化回報是 39.11%， 累計回報是 158.55%。好啦， SMH 這支 ETF 就講完了，它就是半導體行業的濃縮精華。它抓住了 AI 時代最肥的那塊肉，規模大、龍頭重、回報亮眼。但是呢，請記住，半導體的周期性強，地緣政治、庫存波動都可能讓它大起大落。投資有風險，千萬別 all in， 要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搭配其他資產來分散。半導體呢是強周期行業，漲起來凶，跌起來呢也毫不手軟。現在的估值是否透支了未來？這可能是每一個持有人需要捫心自問的問題。畢竟呢，2008年的金融危機，幾乎所有半導體指數都發生了超過 60% 的回撤。如果您是長期看好 AI 和科技革命的，那 SMH 絕對值得放進觀察名單。喜歡這一期內容的話，請點個讚，關注我們，咱們下期再接着聊別的熱門 ETF，拜拜。